中国大陆的力量随着它整个金砖、一带一路它就慢慢外溢出来。中国这几年在印尼投了非常多的项目。中国大陆是把过剩的基础建设能力投身到全世界，它有市场的优势，又有在国际社会帮你排难解纷的能力。印尼准备要来迁都，它现在的首都在雅加达，但是因为雅加达实在是地层下陷，人口太多、太密集，贫民窟太大，各种方面。那后来他们就选加里曼丹，叫做努山塔拉最后拉中国投资。现在看起来是在往更密切的关系发展。上个礼拜双长会议中印之间举行，国与国之间要发展军事关系，那是极为密切的。最近美国跟 AUKUS 什么核潜艇抗议最大的就是印尼还有马来西亚，所以这其实反而逼着印尼跟中国更好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陆它有市场的优势，又有在国际社会帮你排难解纷的能力。其实美国会把中国议题拉到那么上面，他们也是把中国议题跟经济议题绑定嘛。等于说美国不能说破一件事，就是他们自己是个霸权国家。那这个霸权不能被人家挑战，因为被挑战了，丢了霸权事小，霸权下所附带的经济收割的果实，或者是经济的那种战果，那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是看得越来越清楚。等于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力量随着它整个一带一路这些打下的基底之后，它就慢慢外溢出来，包括金砖一带一路对，这些都是一个慢慢成型的过程。我觉得中国大陆就应该要进一步开放市场，甚至到这些开发中国家去投资。你知道西方国家事实上对这些开发中国家，尤其中南美啦，两样东西操在西方人手里。第一个水果，第二个什么呢？叫咖啡。咖啡价格都是白菜价，咖啡都是这些国家生产，可是整个后面大宗这个物资它的定价权完全在西方还有这个可可。对，巧克力的，这都是西方国家完全控制那中国大陆事实上应该走这条路，因为巴西驻英驻 WTO 大使每次都攻击中国大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后来做了 WTO 的这个干事长，后来他自己辞职，觉得 WTO 完了就不干。他每次都讲说，我们现在开发中国家受到一个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什么？叫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然后中国大陆工业的发展，把我们这种发展国家发展工业的机会都抢走了。我们竞争不过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需要大陆要很注意。也就是说，我今天把我工业能力都抢过来了，可是问题我还是要有东西给你。那这些国家永远都是原料的供应，但你要去消费它的原料，你要去控制它的原料。这个就是西方国家在北美洲到中美洲到南美洲他们在控制，所以这种竞争方式中国大陆其实要了解，不要什么都自己来。我觉得就是说把你的 plantation 农庄要去世界化，然后这个才会产生少的阻力多的助力，你要让这些国家货品进入中国市场，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让你的市场去开放，控制生产，然后产生一个互利的关系，这样你才有影响力啦。不要到时候一出事的时候人家都站西方那边不站你这边，那你回过头来你就看战略了。毛泽东的战略就很厉害，毛泽东是极为孤立的，可是他发展了3个世界观世界分3块super power 还有这西方大国，还有就是我们第三世界，他对第三世界也下大功夫对，那中国我觉得永远走不开这3个世界观，为什么？第一世界的话，永远不会放过你。第二世界跟你也没有什么历史原因，也是竞争的，那你还是要3个世界观。那你还是要对那个第三世界，还是要广大第三世界，你还是要有牛奶，你还是要有思想，你还有军事，这个是不能放。放的话，老美可以更予取予求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印尼准备要来迁都了大家知道他现在的首都在雅加达嘛？那雅加达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但是因为雅加达实在是地层下陷，人口太多，太密集，贫民窟太大，各种方面所以决定要来做一些首都疏散计划。那这个首都疏散计划呢，第一个比如说亚万高铁其实就是其中的，我把爪哇岛几个主要城市串联，借由这个串联来带动我的这个城市居民的疏散。那个雅加达空气非常的差，再加上是处于地处热带它只有上升气流，它没有风，你知道，空气非常糟糕，雾霾极为严重，有点像当年的北京那现在开始要整治，但这个整治确实有困难的。那我们知道印尼的总统佐科威又叫 Joko， 他就推行了这个新首都那后来他们就选了很久，最后去选到加里曼丹，那马来西亚那边叫婆罗洲嘛，它的东南边这个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是一个雨林带那选定了要新盖一个首都叫做努山塔拉但这个努山塔拉你在 Google 上面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工地而且我有在追踪那个努山塔拉在地人，他每天去航拍，你知道吗？每隔几天就发布一个新的，我很喜欢看他发布新的那这个被定位为叫做智慧森林城市那另外也说跟北京市的新北京这样的一个状况
况啊。目前呢，它里面包括无人快速轨道啊，无人车啊，然后新建各种大楼。那这个计划原本是希望拉国际资本投资，当中日本很有兴趣，但是后来啊，各方面的状况，包括日本现在经济也没那么好，所以最后得标最多的是中国。当然，它的设计是由印尼自己的团队设计啊。那我们也看到中国这几年在印尼投了非常多的项目哦，包括最有名就亚万高铁嘛，其他比如说什么加地格德大巴，我看了好多，连葛洲坝集团都在那边哦。但看起来是在往更密切的关系发展了。除了这些商业投资啊，还有基建啊。上个礼拜吧，第一次2+2的双长会议，中印之间举行，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发展。对，因为国与国之间要发展军事关系，那是极为密切，那有共同的安全跟战略利益。你知道印尼的防卫白皮书假想敌是谁？澳洲吗？就是澳洲。对，我知道澳洲的防卫假想敌是印尼。你知道他当年他那个兄弟文，澳洲出兵干预的，澳洲出力最多。哦，难怪印尼很不爽。现在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对印尼来讲，它维持它国家领土的完整蛮重要的。最近美国跟 AUKUS 搞什么核潜艇抗议最大的就是印尼还有马来西亚。所以这其实反而逼着印尼就跟着中国更好了。本来经济就在好，没错啊，安全跟外交我就更跟中国站队。你美国搞的印太关系，搞的里面都是经过印度，都要经过印尼啊。那所以就变成，我觉得从战略的考虑上，印尼可能发觉要跟中国大陆试图开始接触了。这个是一个很高层，尤其我觉得亚万铁路对印尼的震撼很大，因为它让很多印尼的精英看到中国的进步，我觉得给他们很强的民族自信。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的新名片。那我想也给印尼政府里面，希望中国大陆在印尼的建设里面扮演更积极角色，很重要的一个市政。所以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是把这个过剩的基础建设能力投身到全世界的基础建设。然后呢，后面还有亚投行，还有中国开发银行，做你那些来找我做基建项目国家，我给你优惠融资，所以是一个配套的。所以你刚刚讲印尼的新都，它怎么招标，最后都中国厂商拿，因为中国有能力包套，而且成本比较低啊。所以西方攻击中国是来贷款陷阱，其实不是，他根本经济学原理就赢你了。我跟你讲，中国都是低利贷款啦，你美国都是商业贷款，都是5%，中国大陆才2.5%，你还说什么债务陷阱？而且这种基建本来它回收就是要长时间，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配套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你不要说印尼，你今天埃及那个新都也是中国帮他修的。哦，对，还有那个巴特他要建一个这个 The Line， 对，现代城市也是要靠中国啊。就是说你的能量放在那边，你去找别人的话贵2倍，你找中国大陆来的话又有经验又有器材，然后又便宜，有整套，还连贷款都给你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竞争力啦。